统的年目标通常都会希望列下完整的每月计划，但实际使用的经验会发现，这些决策的原则就是你独有的目标筛选器。什么是你真的喜欢和优势，而不是社会价值追求的目标？你执行目标的时候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嗨，大家好，这也是抬头看看。目标本身是一件很积极正向的事情，但你是不是也有过那种经验？年初时写下宏伟的目标，年底却发现这些目标都成为了一个空头支票，甚至这些目标反而会成为一个隐形的压力源，让你在潜意识想要逃避，生活陷入一个无方向的恶性循环。尤其现今 AI 串起，让变迁变得越来越快速，我们需要的不再是那一些大而远的目标，而是一套能够随时调整、只专注于可控行为的计划法。这支影片是我花了2年时间不断的实践优化之后浓缩出来的 Notion 反思与计划模板，其中还结合了 AI 提问的技巧，能够有效的帮你计划出真的符合个人而且是可实践的目标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我们先从这份年度样貌开始。在导航路线时，我们除了输入目的地，是不是一定会先定位自己现在在哪个位置？这样我们才能够准确的知道第一步会往哪个方向走。我们将会以这样的顺序来进行导览：回顾样貌、反思决策、今年总结，最后再写一封信。这份表格的目的就是为了确认你现在的真实位置。在填写之前，我希望你可以跟我一起建立这2个重要的心态。这里请你对自己绝对的诚实，不会有任何人来批判你的反思，这边只会有你和你最真实的想法。第2点是不做自我苛责，过去的每一个决定绝对都是当下的你能够做出最好的判断。在这边我们只是做回顾，不是用来自我批评的。我们先从今年对自己的样貌回顾开始。这4个问题目的在于让你认知到你的内在驱动力，什么是你真的喜欢和优势，而不是社会价值追求的目标。第一个问题是今年什么事情做得很好。在生活中的回顾，我会以这5类别作为大方向的规划，而这个顺序安排也是有意义的，从内而外的去思考。首先是我如何照顾自己，就是健康，那这也包含了身体和心理。接着延伸到我如何提升自己，就是成长。接着才是我如何连接世界，也就是关系。所有你在对亲情、爱情、友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？最后的追求，我想完成什么样的成就？那如果你是更追求量化的目标，就可以调整这个顺序，变成追求成长、关系、健康。财务的部分我习惯放到最后，因为当你达成追求和成长时，财富往往是附加价值。例如我想转职科技业，那这时候其实我们薪水自然的就会提高了。这些做得好的事情为你表现设定了一个最低标准，在设定目标时，我们就可以从这些项目去做延伸发展。例如说我今年培养了一个料理的兴趣，那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延伸去学习烘焙？这边我就要举例子带领大家去回顾。接着第2个问题就是今年有什么技能可以让你赚到钱？这个问题的目的就是让你清楚知道自己已经拥有，而且经过验证不会消失的资产，将精力放在这些优势上面，在你执行目标的时候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回顾的方式可以从这3个方向去想，例如我的核心技能是设计，在工作中我也很常被别人称赞我很会与 PM 或是客户做沟通，那或许我就可以往自由接案的方向去发展。第3个问题就是今年有什么事件会让你获得成就感？你会有成就感，那就代表这是你真诚价值的内在渴望，也就是你的内在驱动力。我们在制定新目标的时候，应该要与这些能够带来满足感的核心价值保持一致。思考的方向我可以从这4个类别去想。最后一个，列出你今年自己3个优点和缺点。这个目的就是让你认知到你在实践目标时，你的可控和阻碍会是什么。我举个例子，执行力是我的优点，可是完美主义是我的缺点。那我在实践目标时，就很容易遇到很快开始计划执行，但这个内容好像永远都走不到终点，因为我永远不满意。那优点和缺点我这边都有提示，可以从哪个方向去想。因为可能现在很多人都没办法发现自己的优点是什么，缺点比较需要注意的就是你在列出时要写下具体发生的情境，以及你为什么觉得这个是缺点，它影响的负面结果是什么。例如我有拖延症，那这个拖延症具体是多拖延呢？作业我都在最后一刻才赶，导致压底线缴交，让我的内容不够完整。那缺点写完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去思考要如何改进，这边也可以成为我们新年的目标方向。
如果不太知道自己的缺点该如何调整，我下面有做一个 AI 询问的提问法。提问啊，不管你是要丢给哪一个你习惯用的 AI 软体都可以。那我这边放一个范例给大家参考一下。我的缺点是这个刮胡内，就是你填写后的东西，会跟大家说要填写清楚，就是这样。第一个是拖延症，第二个就是我忽略了社交，那第三个就是我很爱睡觉。这样子丢给 AI， 它就会逐一详细的告诉你，然后你通过它比较高维度跟客观的说明，应该就可以接续你在新年目标时该如何制定。接着就是透过今年的决策来验证真实发生的事件，看看我们的自我认知和实际行动是不是有落差。这个问题的目的在于，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某种人，但实际发生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所做的决定却不是当初的那一些我以为。第一个问题就是今年3个正确及后悔的选择，并写下为什么当初这么做。举个例子好了，例如我今年做决定专注事业上 KPI 的成长，所以我愿意牺牲娱乐和运动的时间。我回顾的时候就发现，因为这样的追求，让我今年没有留下什么快乐深刻的回忆，健康还因此下滑，得到优秀 KPI 换来的加薪和升职，却导致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享受。那为什么当初我会这样选呢？因为我在事业中有追求的目标。那上面都回顾完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综合以上的反思去决定我们在未来1年中要决策考量的原因是什么，代表了你将过去的经验转化为属于自己的原则，而这些决策的原则又是你独有的目标筛选器。第一次做的时候你会有点迷茫，所以我们可以借用 AI 的力量。下面就放了我们该怎么提问，可以复制一次给你们看。这边也就直接反白贴上你正确的决策，然后后悔的事情也是一样贴上去，传送，这样它就会给你一个专属的表格，就可以去回顾跟自己去斟酌他讲的是不是正确的，给你一点方向让你去做填写。深度反思后你应该累了吧？现在我们就从理性的分析回归温柔的内心，开始我们的今年总结，好好的去拥抱今年辛苦的自己。首先就是回顾今年之最，这个环节的目的是允许自己放松下来，纯粹的去回忆那些值得纪念和想拍拍自己的时刻。你要回顾那一些你值得被纪念的瞬间，那当然有阳光就会有影子嘛。诚实的去面对那些曾经带来的恐惧、打击跟辛苦的挣扎，最后再以感恩的心作为总结，好好谢谢这一路上的自己、旁人、环境所带来的支持和照顾。回顾完这些之后，我们就可以为这一年定下基调。年度的关键字可以是一个词汇或是一句话，目的只是将整年纷杂的经历浓缩成一个核心作为结尾而已。那全部都结束之后，我们来写一封信给自己吧。我觉得我们在对于自己很珍爱的人，不管是小孩、朋友或是父母，我们总是可以更温柔、更理解的去给他们建议。可是有时候对自己会太过苛责。在这封信里面，我希望你可以把自己当成一个你真爱的对象，温柔的跟他对话，放下过去那些遗憾、自责跟不完美的结果，只有真正的和过去道别，才能够避免带着旧包袱进入新的一年。确定自己的定位之后，我们就来探索目的地吧。今年到底是想要到山顶看云海，还是探索海底世界呢？在这个区块中，你可以大量的做目标发想，其中做了这几个表格。目标名称必须是清晰具体的，例如是我想爬合欢山，而不是我想爬山。所属的类别一样是这5类。再来就是驱动，这个是一个蛮大的重点，因为这个是当你遇到困难时能够支撑你的燃料。如果你在写的时候发现你填不出这个栏位，那就代表这个目标可能不是你真正想要的，请考虑删除或是再优化这个目标。再来就是可控，快速的写一件为了这个目标你能够马上执行的内容。那如果你想不到，可能就代表这个目标对现阶段的你来说太庞大了。那这边就留一点时间，你可以按暂停去发想一下。整个发想后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燃起一种跃跃欲试的憧憬？但在这边我要先帮你踩个刹车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时间精力都是有限的，所以请在每一个类别中挑选一个最想要、最有热情的一件事去做优先执行。整体确认完实践目标之后，应该对未来更有画面吧？追随这个画面，为今年许下一个关键字或是一句话，并且跟未来的自己说说话吧。这封信的目的是让你对未来更有具体性的画面，形式可以是显化性，
也可以是鼓励信或是目标宣示都可以。这边我做一个范例的信可以参考。那如果你还是没有方向，就可以来借助一点 AI 的力量，把这一段话然后传给 AI， 都让它写一封信给自己。最后我们来制定目标要做的细节吧。这一步的重点呢，在于聚焦可控的行为。首先将上方勾选的目标进一步的详写到 Q1 的计划表，在目标名称、类别和驱动都是同上。这边新增了衡量指标，这个目标怎样算是达成，而这个标准必须符合具体的、可量化跟可控的。第二个就是应对策略，这边就是我们先演练一遍，思考到底要怎么做，当这个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，就可以减缓自己突发状况的那种焦虑感。最后就是拆分规划，首先你就可以为每个月制定一个关键结果，接着你要养成什么习惯，因为习惯是唯一完全可控的内容。那如果你第一次制定有点不知道该如何去写，也可以这样去询问 AI， 你就可以从中去做一个参考，并且填回你的 Q1 执行计划表中，这样第一季的目标就完成了。整个步骤也差不多到这边告一个段落。那你一定会很疑惑，后面3季的计划不用设定吗？传统的年目标通常都会希望我们可以列下完整的每月计划，但实际使用的经验会发现，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。我们能做的就是做足准备，并且随时保持弹性。你只需要在第一季结束时，再回来检验进度是否有跟上，以及外在有没有变动，调整第2季的目标，重新做一次这个步骤就可以了。最后，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在实践目标时3个大大提升我执行韧性的心态。自己讲有点小不好意思，因为我本身是个对自己要求比较高的人，所以有时候目标会在无形中成为我的压力。这3句话大大的帮我度过难关。第一个就是不要追求完美，达到80%就算成功了，因为不管怎样，你都是比过去更进步。第二句，目标是可变动的，重点是方向而不是任务。就很像旅游的时候会排计划表嘛，真的到当地的时候，一定会有什么东西更燃起你的兴趣，或是想要改变方向去尝试那样的新行程，这些都是很 OK 的。第3个，有行动就会有方向，那有方向就会有修正空间，因为我们很难真的做到完美，这些目标也都是第一次去实践，在实践过程中都是有可以调整的空间，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。这份 Notion 的目标制定模板我放在资讯栏中，大家可以去复制填写。如果你们觉得这次影片内容还不错，可以留言让我知道，因为我做完这部影片其实心里有蛮大的满足感，所以还蛮希望未来可以多以这类型的影片和大家交流。下一部影片是我会更详细的去介绍2026 Notion 模板的细节以及如何操作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啦，拜。